在香港演艺界有一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有着深邃如潭的眼神和鹰钩鼻，中西方人的神韵在他脸上完美融合，形成了独有的华仔之帅。有人说他是东方的汤姆克鲁斯，也有人说他像忧郁王子劳伦斯奥利佛，但他就是他，一个名叫刘德华的香港人。在日本，他名列10大最受欢迎香港艺人之首；在新加坡，他潇洒的走路姿势为青少年所模仿；在马来西亚，他的健康形象甚至超过当地行政长官。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听到他的名字。从1961年出生在大埔农村到成为享誉全球的巨星，他的人生故事就像一坛又醇又香的陈年老酒，值得我们慢慢咀嚼，细细品味。1961年9月27日，刘德华出生在香港大埔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刘福荣。他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声啼哭，给这个已有3个女孩的家庭带来了几分惊喜。长辈们给他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希望他长大后能为这个普通人家带来些许福气和荣贵。6岁以前，他一直在大埔的山间野地里追逐小鸟、抓山鸡，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段日子，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小小的刘德华尽情撒开小腿，在山野林间玩耍。正是这充满童趣的嬉戏，孕育着他蓝天白云般纯净的内心世界。然而，这段快乐的日子因为父亲的一个发家愿望而过早地转了弯。全家搬迁到九龙钻石山下，父亲经营杂货店和冰室，生意红火。刘德华排行老4，在男孩里却是最大的，从6、7岁起就被大人剥夺了玩耍的权利。每天凌晨4点他就得起床帮工，一直忙到中午，然后去上学，晚上10点才开始做功课，12点之前睡觉，睡4个小时。在外面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传进他耳朵时，他觉得浑身燥热，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在所有工作中，他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堆在那里等着他去洗的成百上千的油腻碗筷，至今谈起还皱眉。但有一项工作却让他着迷到恨不得申请专利，那就是为兼程片场的明星送外卖。因为送外卖就能近距离目睹明星风采，就能亲眼看一看电视里那些奇妙的世界是如何拍摄的。每次到片场，他就像进了大观园，好奇加新奇。见到曹达华穿着探长雨衣在跟时间比武，见到冯宝宝一天时装古装民出装轮流换。有一次，父亲叫他送麻将去片场给张英，只见张先生一行4人坐在麻将台前高谈阔论，表情对白都跟电视剧里一模一样。他生怕附近摆有镜头，以为眼前的一幕是戏。这些送外卖的经历如润物细无声般在他心中悄悄播下了演艺梦想的种子，让他心里逐渐有了梦想，有了憧憬，有了一种想张开翅膀飞的感觉。14岁那年届中突发大火，烧毁了全家辛苦奋斗的成果，刘德华童年的志趣也被那火焰给烧没了。大火后，全家迁居蓝田，刘德华就读于佛教学校可立中学。他学习成绩中上，但以调皮出名。他偷偷摘下学校走廊的灯泡，用胶布粘回去，等同学走来时故意跳起来去拍，灯泡一触碎的粉碎同学受处罚，他在一边笑得开心。有一次上实验课，同学摘下显微镜时，眼睛上竟是一圈乌青，全班哗然，原来又是刘德华事前用墨笔把显微镜周围涂黑了。学校把他找去请反黑组织的人给他们上课，他上的有点委屈，觉得自己只是活泼好动，爱玩爱耍，并没有什么坏心。父母对他管得很严，要求一放学就直接回家，不得在路上嬉戏。不过班主任杜国威回忆说，刘德华其实很机灵，说话得体，很得老师欢心。中3就开始搞话剧，一直是一个精神抖擞的靓仔学生。在可立中学的日子里，有一件事对他日后影响深远。学校每3个月要检查头发长度，家里被火烧光后要钱不方便，刘德华就主动去附近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在很短时间里完全掌握了理发技术。自那以后，每当检查头发的那天，他就在学校洗手间摆开自带的理发工具，开张营业，价格公道，同学们都愿意找他，生意十分兴隆。这门手艺让他受用终生。入行后，帮曾志伟、谭咏麟等人剪发结识了幕后朋友，因此获得了电影《处女》做男主角的机会。多年后，已经成为天皇巨星的他，还是不摆明星架子。在拍完电影海报后，亲自操刀为黄日华剪头发。大家悄悄跟黄日华说：“你不怕华仔乱剪啊？”黄日华笑着说：“
不怕刘大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帮我剪发了，他很厉害呢。中学毕业时，刘德华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他面前摆着2张表格，一张是高等教育课程报名表，一张是无线艺员训练班报名表。他自述中60发现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其实在学校时，他对唱歌剧本创作、话剧表演都很有天赋，参加乐队获冠军，创作剧本蜕变获电视台比赛冠军。最终他在无线训练班的报名表上庄严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忐忑不安地告诉父亲，沉默许久后，父亲终于点头。7人报考，只有他1人被录取。训练班课程丰富，包括演技、编剧、舞蹈、摄影、灯光等，每3个月淘汰考试一次。他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在一次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中，他把一个因饭食受伤的抢劫犯演得惟妙惟肖，获得老师赏识，从此对表演艺术产生浓厚兴趣。1981年，他以甲等成绩毕业，正式踏上演艺之路。签约无线后，刘德华并没有立即获得重用，他一直在名演员的片子里当配角，甚至没有姓名的甲乙丙丁。这种渴望就像一只欲飞的小鸟，震动翅膀却飞不起来。但他不气馁，不管什么小角色都尽心尽力去演好，既锻炼了自己，也争得了好人缘。1982年，周润发因故不能接拍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向导演推荐了刘德华，说无线有个小伙子很不错。林子祥也给予肯定。刘德华在片中表现出色，票房突破1500万，获金像奖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此后，他接连主演《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剧集，成为无线首席小生，被捧为五虎将之首。为演好杨过，他把原著读了不下数十次。为演好警察，他专门去警察训练班训练1个月。为演好康熙，他四处查阅清史资料，模仿皇帝坐姿，甚至剃去满头乌发。然而，因为拒绝签署5年续约合同，他被无线雪藏了整整400天。这段冰封岁月是毁灭性的打击，如同折断翅膀从空中坠落。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反复观看自己的表演录像，找出不足，记下别人的长处，思索改进。表演悟性在日积月累中大大提高。他说自己不喜欢被束缚，不想凡事为名为利，更不想因为钱、因为利而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愿意的事情。但这样的洒脱得付出一点点代价，这代价就是刻骨铭心的400天。那段时间，他像被人硬塞进冰柜强冻，冷沁入骨髓般的冷，让他初尝到人间的世态炎凉，也懂得了一些凡事不可太任性的做人道理。与无线和解后，刘德华彻底投身电影事业。他深知自己武功不如成龙、洪金宝，于是扬长避短，走有情节、重演技的路子。从1988年到1992年，他创下年拍片10到16部的惊人纪录，获刘铁人外号，有过22天不上床的纪录。他的深情烂仔形象深入人心，代表了最地道的旺角美学。影评人说，他告诉年轻的我们，英雄该如何有型。但高产也带来角色类型化的批评。同时，他深受黑社会纠缠，被枪指着头逼拍片。经理人张国忠为帮他推辞片约，被4支枪指着脑袋。为争取创作自由，他于1991年组建天幕电影公司。然而，创业之路充满坎坷。首部电影《91神雕侠侣》虽获好评，但随后多部影片票房失败，累计亏损3000多万。后来又与合伙人打起连环官司，再亏数千万，最终被踢出局。他曾一度欠债4000万，靠友人相助渡过难关。如果不是把出唱片、开演唱会、做广告的收入拿来投资拍电影，早就维持不下去了。但天幕为新导演提供了平台，其文化贡献远超票房数字。他后来说，天幕的每一部电影都没有骗过观众，每部戏的费用都花在制作上。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低迷之际，刘德华决心与过去千篇一律的江湖形象告别。他放下偶像架子，尝试各种不同类型角色。在杜琪峰的指导下，他从暗战开始转变表演风格，不再演刘德华，而是真正进入角色。杜琪峰说，以前怎样看他都是刘德华，近年电影层面广了。孤男寡女让观众看到从未见过的刘德华。瘦身男女中他自毁形象，饰演超级肥胖角色，证明演平凡人也能出彩。全职杀手中他饰演乐观冲动的杀手托尔，展现了 Sato 的演技。2002年的《无间道》更成为他的演技巅峰，他饰演打入警局的黑帮卧底，在善恶之间挣扎。我想做个好人成为经典台词，
影片获金像奖7项大奖，票房超5000万，被好莱坞翻拍。2004年是他的丰收之年，凭《大块头有大智慧》中的和尚角色第2次封帝。为这个角色，他剃光了真爱的黑发，每天化妆最长12小时，中间连坐都不能坐。同年，他凭《无间道3》获得金马影帝。在颁奖礼上，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与梁朝伟紧紧相拥。他与梁朝伟同为五虎将，出身20多年来，在颁奖典礼上屡屡相遇，互有胜负。梁朝伟说，两人风格不同，有些人喜欢刘德华，有些人喜欢他，大家口味不同。刘德华说，伟仔喜欢思考，我喜欢行动。最终，刘德华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多次提名，多次失意，却从不气馁。他说，你永远不会放弃你热爱的东西。纵观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从1982年至今，拍摄超过120部电影，2次获金像奖影帝，1次金马奖影帝。他的成功不仅在于勤奋和才华，更在于不断突破自我的勇气。他把被迫变成了主动的人生哲学，在逆境中完成了从偶像到演技派的关键蜕变。这本书放在今天来看，有着深刻的现代启示。刘德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天赋的高低，而在于面对困境时的选择与坚持。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同样面临各种被迫。刘德华的经历表明，关键不在于抱怨处境，而在于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找到成长的空间。他从跑龙套到影帝的过程证明，在长跑式的事业中，持续努力比初始天赋更重要。他的转型之路也提醒我们，当环境变化、原有优势不再适用时，敢于杀死曾经成功的自己，才是持续成长的关键。很多人在职业中期陷入瓶颈，正是因为不愿意放弃已经证明有效的旧模式。他被雪藏的400天也启示我们，逆境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利用逆境才是关键。那些在低谷期保持学习和反思的人，往往能在下一个机会来临时实现跃迁。刘德华的专业主义同样值得学习，无论拍什么戏，他都做足功课。在快节奏时代，这种对细节的认真态度是最好的长期竞争力。他与合作伙伴建立的深度信任关系，提醒我们，真正的长期竞争力来自长期的真诚付出。刘德华用40多年的演艺生涯，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在才华与机遇之间，还有一样东西叫做死磕。这不是盲目的坚持，而是在认准方向后的全力以赴。正如刘德华所说，你永远不会放弃你热爱的东西，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明天又是新的征程。